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今年以来，新元对美元已经上涨超过 4%。星展银行甚至预测，到2040年，新元可能实现与美元1:1平价。一个城市国家的货币竟能与美元平起平坐，听起来是不是让人震惊呢？但更让人惊讶的是，新加坡货币管理局态度明确，我们不主动推动新元国际化，也不想让新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。那么，新加坡官方为什么要坚持拒绝新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？是低调行事，还是另有深远布局？全球储备货币的背后是巨大的金融责任，全球流动性义务，甚至还带着地缘政治压力。像美元这样的储备货币需要深厚的资本市场、极高的流动性以及庞大的市场规模。新加坡更擅长的是稳准狠地经营自己的小而强经济体，而不是像美元一样承担世界经济的风雨。很多人以为货币国际化越高越好，但新加坡完全不是这么想的。第一，新加坡的货币政策是以汇率为核心工具，而不是像美国那样通过利率。如果新元成为储备货币，大量国际资金流入流出，会严重影响汇率稳定，金管局就很难精准调控经济。第二，新加坡市场体量太小， GDP 仅占全球 0.4%， 资本市场规模与深度远不及美元、欧元或人民币。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，需要海量的国债和金融资产来承接全球需求，这是新加坡承受不了的。第三，被全球央行拿来储备，意味着你要为世界提供流动性，承担金融危机中的责任，还可能卷入大国博弈。新加坡向来奉行中立务实，他要的是灵活掌控自己的金融命运，不被推上全球舞台背负责任。这就是他不争储备货币的底层逻辑。虽然新加坡不追求让新元成为全球货币，但事实证明，新元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正在悄悄发生变化，特别是在东南亚，越来越多企业愿意使用新元来完成贸易结算，甚至是跨境投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稳定靠谱有信用。新元的避险属性非常出色，对于投资者来说，东南亚市场的波动性较高。新元作为受全球市场信赖的稳定货币，自然成为区域内的优选。像美国银行的金融策略师就指出，新元的强势表现正吸引着更多资本流向新加坡及整个东南亚地区，将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企业用新元做跨境贸易结算、债券发行和投资融资。银行分析师甚至说，新元已经成为区域贸易与投资的硬通货。更重要的是，新加坡采用温和升值的汇率管理方式，市场预期清晰，企业能放心规划成本与收益。这种货币的核心不是霸权，而是信任。随着全球经济重心东移，东南亚经济将在未来20-30年迎来巨大增长，而新加坡是其中的领导力量。这种潜力或许会支持新元逐步走强，迈向与美元平价的可能性。那么，新元的未来会是怎么样？整体来看，有3种可能。第一，全球储备货币，可能性低，体量和战略意愿都不够。第二，区域储备货币，可能性中等，越来越多亚洲央行已将新元纳入储备资产，用来分散风险。第三，最现实也最有前景的，成为东南亚贸易投资与避险的首选货币。从印尼、马来西亚企业用新元开债券，到日本、欧洲基金来新加坡买资产，新元作为区域金融稳定器的地位正在形成。这是一条不同于美元的道路，小国货币也能成为全球资金的避风港。新加坡的态度非常明确，新元不需要称霸世界，它只要足够可信、足够稳固，就能赢得市场的尊重。新元不追求美元式的权利，却有信心成为亚洲最值得信赖的金融中心。所以当你下次看到新元上涨，不必只看它值多少钱，更要看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博弈中保持清醒，
自主与克制的选择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那么你怎么看待新元的表现？你认为新元奇迹会否改写显现东南亚经济的新篇章呢？新加坡的货币布局是否会影响全球经济？还有对于新元对美元评价的预测，你觉得可能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你的看法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记得点赞支持，还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我们有新内容，你都能最快看到。我们一起洞察东南亚经济的未来，期待与你下期再见。